高考前夕，男友周锦行将有幽闭恐惧症的我关进了山上废弃多年的保安亭中，让我彻底错过了高考。当我奄奄一息被人救出时，他抱着校花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就凭你也配喜欢我？你的存在只会影响我和春景的感情，更何况你连幽闭恐惧症都战胜不了，还想改变命运？这就是你的命。最后我抑郁自杀，死在了两人举办盛大婚礼的当天。在睁眼却回到了周锦行和我表白的时候，我笑了，这一世我偏要改变命运。被刀子划开手腕，全身血液顺着地面向外流淌，到全身冰冷的感觉蔓延在我的身体之中。但是我无暇顾及这些，因为我重生了。我看着眼前漫不经心的手举鲜花向我表白的男人，眼中充斥着滔天的恨意和杀气。花了好半天，我才低下头，装作不好意思的样子掩饰了起来。周同学，你真的要和我在一起吗？周锦行，我上辈子的暗恋对象，也是害我自杀的罪魁祸首。他听见了我的话，眼中飞快地闪过几分不耐，但语气却十分柔和。当然，我很喜欢你，请和我交往吧。周围的同学发出起哄的声音，只有人群中的一个女生脸色铁青地看着这边，她周围的同学也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他们。周锦行飞快地向那边瞥了一眼，眼中满是得意。我将这一切收入眼底，只觉得讽刺，将花捧在怀中，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谢谢，我很喜欢。他得意更盛，拉着我的手，在周围一片欢呼声中看了一眼眼眶含泪的初春景。后者看着我们两个亲密的样子，眼神怨恨地瞪了我一眼，转身带着自己的几个小姐妹跑了。我则是勾起唇角，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这位也是前世针对我的凶手之一，我当然不可能放过。上一世，周锦行突然和我这个出了名的书呆子表白了，甚至闹得人尽皆知。更令人震惊的是，满脑子只有读书的我，居然没有任何犹豫地答应了下来。没有人知道，我暗恋周锦行整整3年。周锦行毫不避讳地在朋友圈里分享我们两个的爱情小细节，就连出去吃一顿饭都要拍上好多照片。我以为这是他对我的爱，于是争分夺秒地学习，像是水中的一个干涸的海绵，拼命地用知识充实自己，让自己能够配得上他。他是我生命中难得的爱，但是直到死前我才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做给初春景看的，为了让他吃醋。所以在我这个工具人失去价值，优秀到他们嫉妒之后，周锦行用求婚的名义将我带到山上，关进了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废旧保安亭里。我在里面疯狂哭喊，求他救我出去，但是他没有。我是在高考结束后的第2天被人发现的。那时患有幽闭空间恐惧症的我已经把自己伤害得头破血流，奄奄一息。他搂着初春景的腰，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不可能让你和我上同一个大学的，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的存在只会影响我和初春景的感情。随后他目光鄙夷，更何况你一个连幽闭恐惧症都战胜不了的人，也配和我在一起？这就是你的命，你要认命。想到这里，我双拳紧握，死死地咬着牙，才不至于用笔尖刺穿周锦行的喉咙。让他死太便宜他了，让他彻底绝望，生不如死，才能抵消我上辈子遭受的折磨。周锦行看着自己的红玫瑰逐渐走远，眼神变得有些飘忽不定，看着我时也带了几分难以掩饰的厌烦。我脸上的笑容也顿时收敛，眼中满是冷漠地看着他。行了，你不用这么看我，我根本没兴趣插入你们之间这可笑的争斗。我随手将手中的鲜花扔在地上，不顾周围人惊诧的目光，转身就走。今天就当是课余时间的消遣，我帮你一个忙，不过以后请不要再来骚扰我了。我眸光冷淡地回头看了他一眼，我还要学习。我当然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周锦行眼神惊疑不定地看着我，原本厌烦的表情也被一种兴味所取代。我在教室里一边做题，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来。周锦行最吃的就是这一套欲擒故纵的手段，男人嘛，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他就会对这样的我想念的抓心挠肝。上辈子初春景就是用这种手段让周锦行对他无法自拔，但是这种东西谁不会呢？我来做也是一样的，毕竟初春景只是装的，而我是真的很讨厌他。有差不多2天的时间，周锦行都没来找过我。我并不着急，因为最近我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一些学生在聊他和初春景之间的事情，不是在卫生间里，就是在食堂。我冷哼一声，就当作没有听见一般，和那些人擦肩而过。这都是周锦行找来的人，目的就是要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对他没有兴趣了。果然，他没忍住几天。在第3天，我晚上刚从图书馆回来，下着大雨。我掐好了时间从楼上走下，正打算抱着书冲进雨中，就看见路边摆放着一个非常惹眼的共享雨伞架。我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笑容，拿着雨伞回了寝室。第2天，学校就下了通知，说周家给学校赞助了一批雨棚和共享雨伞，放在全校各处，同学们有需要的话可以自行拿去。当老师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周锦行的目光止不住地落到我的身上，眼中暗含期待，而我只是跟着大家的节奏敷衍地鼓了鼓掌。
接着就低头沉迷在题海之中。上辈子的我没有参加高考，这是我一生的遗憾，这辈子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毕竟这几天接二连三地目睹了周瑾行种种行为的初春景，应该也忍不住了吧。但是等了几天，他还是没有任何动作。我心中霍了一声，暗道他这次居然这么能忍。不过没关系，初春景这个人自私蛮横，占有欲极强，仗着家境无恶不作。如今看见我吸引了周瑾行的目光，迟早会对我出手的。而我要做的就是加快他的进度。第二天，当周瑾行再次来到我身边晃悠的时候，我终于抬起脸，有些不耐烦地看着他：“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真的很影响我学习的状态。”周瑾行顿时愣住了，他怕是没想到隔了这么久，终于让我搭理他了。结果开口居然是这样一番话，他的脸色有些难堪，但更多的是越来越深的征服欲。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我应该没有招惹过你吧？我冷笑了一声，目光落在他的身上，随后向后不经意地瞥了一眼。我说了，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麻烦不要牵扯到我。那天接受你的告白，不过就是勉强给你一个面子，让你有机会哄哄女朋友罢了。别以为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他顿时有些恼羞成怒，下意识地反驳：我和他不是男女朋友。身后顿时传来一阵抽泣的声音。他慌乱地回头，果然看见了眼眶通红的初春景正一脸愤怒地看着我们两个。周瑾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周瑾行张了张嘴，眼中飞快地闪过几分厌倦。我唇角微勾，趁机冷漠地驱赶两人。我最后说一次，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不要牵扯到我。说完，我便低头接着写起了真题。最后周瑾行还是追初春景去了，这也在我的预料之内。毕竟他现在是绝对不可能为了我和初春景彻底闹掰的。没几天，两人看上去就和好如初了，整天腻歪在一起。初春景也用一种得意的眼神看着我。我哼笑，他还没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周瑾行这种人来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果然，两人在一起的3天后，我在回寝室的路上突然被一个女生拦住了。她脸色微红，手中拿着一支白玫瑰放在了我的怀中。我刹那间就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了，顺着她的指引一路往里面走，果然看见了有些紧张的周瑾行。他见我来了，脸上立刻扬起几分笑容，随后走到我的面前，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放心，今天不是表白，只是想向你表达我的诚意。”那双多情的桃花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瞳孔里映照的都是我的身影。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或许之前我有些不正经，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会一心一意地对你的，好吗？我听着这略微有些熟悉的话，没忍住笑出了声。这人果然还是一点都没有变过。从网上用 AI 生成了一段话，用了2辈子。要不是我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他随手弄出来的话，我没准真的会相信他浪子回头了。他见我笑了，也跟着一起笑了出来。好啊，我冲他十分温柔地点了点头，装作羞涩地摆弄了一下手中的花瓣。周瑾行顿时喜不自胜地看着我，大力地拥抱了我一下。我埋头在他的脖颈间，看着一个在人群中悄然离去的身影，缓缓勾起了唇角。事情要变得越来越好玩了。果然，第2天第1节课下课，我就被堵在了卫生间里。初春景用一种鄙夷的眼神将我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遍，最后从鼻孔中发出一声嗤笑：“就你这种东西也配和我争？”我向后退了一步，眼中满是恐惧。你要做什么？他很喜欢我这份示弱的模样，当即便笑了起来。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真正和我对起来不还是怕得要死？他用手戏谑地拍了拍我的脸：“小贱人，敢抢老娘的人，你是不知道死是怎么写的吗？”我争辩了一句：“他不是说和你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初春景的脸色刹那间难看了下来，阴沉沉地瞪着我：“你瞎说什么？我们2个是家族联姻，他就是我的人，你这个见不得光的小三！”说着，他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脸上。我讥讽一笑，毫不示弱地看着他。他顿时紧紧地抓住我的头发，将我的头狠狠地磕在了瓷砖上。我计算着时间，恰在他下死手的时候，卫生间的门被人推开，老师冲了进来，目光紧张地在我身上巡视了一圈，见我只是受了些皮肉伤，这才松了一口气，语气中带着几分不满地冲着初春景低吼一声：“你干什么呢？”被老师吓了一跳的他此刻却满脸嚣张：“你们不过就是给我家打工的狗而已，也配和我这么说话？难不成你要和我作对？”周围的几个老师面面相觑，都不由自主地沉默了下来。毕竟谁都知道他们出家是这个学校校董之一，没有人愿意和他们结仇的。就在他们畏缩的时候，门口传来一声惊呼：“你们在干什么？”我勾唇一笑，果然看见了周瑾行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众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落在了他的身上。他看了一眼里面的情况，几乎是瞬间就明白过来了刚才发生了什么，脸色不由自主地难看起来。初春景在他面前一直扮演的都是楚楚可怜的人设，眼下突然被戳穿，颇有些不满地横了我一眼。周瑾行颤抖地想上前扶我，却被我一把挥开了手。
我冷笑一声，躲过了他的触碰。原以为你是个好的，却没想到玩的还是富家公子和千金小姐逗弄穷学生的把戏。我冷漠地看了他一眼，眼中满是愤怒和厌恶。他被我的眼神震慑住，猛地向后退了一步。我这才龇了龇牙，露出被打得满是鲜血的唇角，冲着他冷笑一声：“我看不起你。”随后推开众人，踉跄着向外走去。回到教室之后，我吃了点镇痛片，过了好半天才止住了疼。今天的牺牲确实是有点大了，不过一想到以后的计划，今天的这点痛苦也不是不能忍。周锦行和初春景两个人因为这件事情吵起来了，看上去是因为我，但实际上不过就是周锦行拿捏初春景的手段罢了。上辈子类似的事情多有发生，用我刺激初春景，让他变得百依百顺，用他刺激我，让我更加听话地依附于他。所以他们两个的争吵一般都会发生在我的面前，就像现在一样。初春景怒气冲冲地离开，而周锦行则是无奈地看着我，摆出一副自己都是为了我的模样。我厌恶地皱眉，直接和老师申请换到了第一排。周锦行这才恍然意识到我似乎脱离了他的掌控，伸手想要抓住我，但是却被我呵斥：“大少爷，离我远点。”自那天后，周锦行对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毕竟他纵横情场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个对他如此不假辞色的。周锦行一直缠着我，而初春景则是开始缠着周锦行。这个一直骄傲的像只孔雀一般的大小姐终于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而周锦行也很享受这种对曾经旗鼓相当，而如今却只能在自己面前摇尾乞怜的人讨好的感觉，态度也一天天软化了下来，连带着对我都有些敷衍了。这并不奇怪，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感情、算计、背叛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周家目前还不想放过出家这么一个听话的助力，但是周锦行很贪心，他想家中红旗不倒，又想外面彩旗飘飘。这天月考结束，他将我拦在了宿舍楼下，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你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冷漠地看着他，勉强扯了扯嘴角：“什么感觉？是你女朋友当着所有人面羞辱我的感觉，还是她在厕所里面霸凌我的感觉？”他有些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她不是我女朋友，我和你说过很多遍了。”我哼了一声：“对，确实，她不是你的女朋友，她是你的未婚妻。”他被我说的脸色一变，嘴唇微微颤抖，却一句解释的话都说不出来。毕竟他自己也清楚，从一开始他给我的定位就是外面的小彩旗。眼看着软的不行，他的脸色也沉了下来，带了点属于上位者的不屑和势在必得。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所有好的生活都是我给你的？你以为老师给你的那些资料是谁给你买的？还不是我？你以为为什么初春景这样针对你，你还是能安安稳稳地站在这里和我说话？都是因为我，因为我喜欢你。我浑然不惧地瞪着他，但是如你所说，这一切麻烦都是因为你给我带来的，你又想让我喜欢你什么呢？他被我说得哑口无言，眼中满是恼羞成怒的意思。好好好，你既然这么不识抬举，那我也不用给你留什么情面了，一个穷学生而已，真当自己是不可替代的了。我不屑地嗤笑了一声，径直绕开了他往楼上走去。他最好赶紧动手，毕竟如果他不动手，我又怎么能实施我的下一步计划呢？我顺着楼梯向下看去，果然看见了他眼中溢满了阴狠，一切仿佛都和上辈子的一样重合。他还是动了想要毁掉我的心思，不过这一世的我已经不是上辈子那个将所有信任都交付于他的林墨央了。第二天来到教室里时，我正好看见了得意洋洋回来的初春景，他的脖肩带着吻痕，脸色羞红地看着我，得意洋洋地和我炫耀。我都说了，就你这种人是不配和我相提并论的，你永远只是个消遣的玩物罢了。他真正喜欢的只有我。我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哼了一声。他被我不屑的眼神激怒，但随后又想到了什么，露出了脖子上的吻痕。不管你相不相信，最后和他在一起的只能是我，这点我倒是非常认同。周家和初家有不少的合作，更何况初家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都仰仗于周家对他们的扶持。不管初春景到底是愿意嫁给他也好，不愿意嫁给他也罢，他都没有选择的机会。但初春景显然不太清楚自己的位置，将自己的姿态摆得太高了，丝毫不知对周家而言，他只是一个能够锦上添花的花罢了。一旦这朵花没有那么完美，随时都可能被换掉。我看着他骄傲地昂着头离去的背影，眼中晦暗的神色一闪而过。趁着下课的时间，向老师要来了手机，给一个人发去了消息，帮我调查一件事情，作为谢礼，我可以给你一个周家继承人的惊天丑闻。对面没有回复，但是我知道他肯定看到了，因为没过几天，我就在学校的树根旁发现了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信封，里面摆满了我需要的照片。我看着上面初春景和不同男子放肆纠缠的图片以及具体的视频，摸摸捏紧了袋子中的一个 U 盘，唇角勾起冷笑。是时候轮到我反击了，马上就要高考了，学校也对我们逐渐放松了管控，开始注意起我们的身心健康。毕竟对于现在的我们而言，
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参加高考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在这天晚上，学校给我们安排了一场非常盛大的送别晚会，邀请了不少同学的家长过来。我对他们的目的心知肚明，无非就是把这场送别晚会当成一次商业晚宴罢了。毕竟能进入到这个高中的学生非富即贵，再不济也是像我这种成绩非常优秀的人，为自己家的企业带来投资和人才，何乐而不为呢？我穿着格格不入的校服，坐在角落里吃着蛋糕。如周锦行所言，在他在班级里对我表示厌恶之后，我被不少人针对了。不过无所谓，一群墙头草罢了，不足为惧。灯光暗了下来，好戏正式开场。我眼中闪过几分激动，看着演讲台。毕竟为了这场好戏，我可是准备了足足1周时间。周锦行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表演讲，周家在整个京城的势力也是数一数二的，学校的人都乐于奉承他。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晚会。周锦行站在台上说了一大段场面话，随后向后一挥手，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回顾我们的3年。紧接着，我身后的大屏幕瞬间亮起，而本应该出现我们这3年学习生活纪录片的视频，却突然变成了一段暧昧不清的呻吟。视频之中光线十分晦暗，好几个人赤裸着身体在床上翻滚纠缠，台下的众人已经有尖叫出声的，而更多的人则是死死地盯着上面的几人，因为他们突然发现视频中唯一一个女性，不正是前2天刚刚官宣订婚的初春景吗？本视频的女主角脸色煞白，颤抖着跌坐在了地上，惊慌地向前爬去，毫无风度地扯住了周锦行的裤脚。不是我，这绝对是污蔑，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周锦行愣在原地1秒，随后眼中满是厌恶地将他踢开，阴沉着一张脸对后台冷喝：快给我关掉！后台忙碌着尝试关闭电脑，这才发现现在控制屏幕的根本不是他们后台的电脑，最后一狠心干脆扯掉了电线。随着屏幕变得一片漆黑，周围原本喧闹的气氛也变得冷静下来。周锦行站在台上，脸上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气氛尴尬的可怕。毕竟在场的人都知道，周家前2天已经正式确定了和初家的合作，同时宣布2家即将联姻的好消息，这几乎就是将周家的脸面踩在脚底下碾压了。周锦行的脸色难看，阴狠的目光落到了初春景的身上，后者此时再也维持不了曾经骄傲的模样，像条赖皮狗一样死死拽着周锦行不让他走，缠住了他的脚。你不要走，不要丢下我，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好不好？周锦行一脚踢在了他的心口处。你这个贱人，你居然敢耍我！初春景被踢倒在地，嘤嘤地哭泣了起来。而此刻被邀请来的初家当家人也忙着安抚脸色铁青的周家，被周家冷眼相待，他尴尬地站在原地，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能用阴沉的眼神瞪着自己这个不成器的闺女。初春景自然也注意到了他父亲的视线，脸色当即变得苍白。我躲在阴影处观赏着这鸡飞狗跳的一幕，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上辈子我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时，初春景毫不吝啬地和我分享了他这一生过得是多么的精彩，家庭优渥，男伴无数不说，还有一个宠她如命的未婚夫。她说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而现在我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幸福的假象彻底撕毁。所以瞧，她所谓的幸福在真相面前是如此的脆弱不堪。那天的送别晚会最后彻底成了一场笑话，周家和初家也成了上流社会圈子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曾经被各方媒体争相报道的订婚也被压了下去，彻底销声匿迹。初春景似乎并不甘心于这种结果，在学校里面整日缠着周锦行道歉，一双漂亮的眼睛每天都肿得像核桃，脸上布满了巴掌印，想来回家之后被自己的老爹教训得不轻，但是他一刻也不敢歇，毕竟现在周家已经宣布和初家彻底解除所有合作，宁可赔违约金也一定要出这口恶气。初家的资金链全部崩盘，眼瞅着就要到了破产的边缘，除非取得周锦行的原谅，否则这个昙花一现的家族就真的要消失在京城了。但是周锦行显然不准备这么容易的原谅他，对他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每次教训完他后都会用一种阴恻恻的眼神复杂地看着我，我被他看得一阵恶寒，赶紧离他远了些。初春景跪趴在地上，衣衫不整，你真的不愿意原谅我吗？我只是犯了一个小错而已，你为什么要如此斤斤计较？他抬起头来，眼中满是愤怒，我都不计较你的过去，你凭什么计较我和谁在一起？周锦行厌恶地瞧了他一眼，不屑出声，可是我是个男人，你是个女人，我在外面找别的人就是风流，你就是不要脸，你们出家不过就是我们的一条狗而已，摆不清自己的身份，还和我们谈合作。说完，他不屑地在他脸上抽了一巴掌，之前惯着你，无非就是觉得你天真烂漫，是个富家小姐，是一个好妻子的人选，谁能想到你这么贱，是个男人都能尝尝你的味道，我可不要脏货。随后他意有所指地看着我，我还是更喜欢那种能为我守身如玉的。我装作没听到，加快了手下写字的速度。其实如果周锦行在这个时候放弃我，转身和别的富家千金在一起，他或许还有机会不被我报复，
但是我知道他不会的，他的骄傲不允许他被任何人违逆，一旦出现这个人，周瑾行势必要将他征服才行。而初春景终于彻底死心，惨笑着从地上站了起来，晃晃悠悠地朝着校外走去。我看着他的背影，思索着上辈子他和我说的那几个姘头，嘴角带着几分笑意。想来今天晚上会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果不其然，第二天周瑾行没有来上课。听同学说，是因为昨天晚上不知道被哪个小混混套了麻袋，丢进小巷痛揍一顿，甚至打断了他的2条腿。现在人已经在医院里抢救了，伤得很重，到现在还昏迷不醒。我咂了咂嘴，没想到初春景的姘头下手还挺狠，居然敢对周家小少爷下这种死手。不过对我而言，他们不过就是狗咬狗一嘴毛而已。这下周家算是彻底记恨上了初家。原本还打算给他们留几分体面，只是断了和他们的合作，而这次则是直接开始疯狂地针对初家。原本他们的资金链还能撑上2个月，起码能够捞一点本钱回来，这下可倒好，本钱没捞回来，反倒赔了一大笔出去。初家因为这件事情背上上亿的债务，最终在高考开始的前1周被剥夺了房产，灰溜溜地滚出了京城。初春景临走之前还过来见了我一面，此刻的他衣衫褴褛，身上满是青紫的痕迹，像是被人殴打了一顿。他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你赢了，周瑾行是你的了。我赶紧嫌弃地皱了皱眉，他可不是我的，这种人我可无福消受。他像是听到什么很有意思的话，疯狂地大笑出声，是我输了呀，早知如此，我就应该让他们几个下手下得更狠一点才是。就在这时，身后冲出来一个年轻男子，死死地抓住了他的头发，小贱人，你往哪跑？你爹都把你卖给我了，赶紧回家给我生儿子吧。初春景就这样一动不动地任由他把自己拖走离开的时候，眼神还死死地盯着我。这天我在放学的时候，又在上次我拿到初春景绯闻的树下看到了一封一模一样的信封，我拿了起来，看见了里面的字条，只有一句话：我的报酬呢？我勾唇笑了笑，从口袋中拿出笔，在上面写：不要着急，高考前1天去春风山上的保安亭，会有你想要的一切。随后折好了纸条，放在了树下，用石头压好。等我再去看的时候，信封已然消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便将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高考上，毕竟高考成绩也是我计划之中的一环。这天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里，和我说了一个好消息，随后有些纠结地看了我一眼。周瑾行暗示我想让你去医院看看他，你也知道老师就是个普通人，惹不起周家的。我从善如流地点头，就算老师不说，我也是要去看一眼的。当天下午我就去了医院，坐在病房的椅子上安安静静地看书。周瑾行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我，像是欣赏又像是嫉妒，你一个女孩子学习这么好做什么？最后还不是要找一个好人家嫁了？你看看我怎么样？你要是和我在一起，你就有数不完的钱花，以后你就在家里面老老实实的生孩子，好处少不了你的。我听着这番话只觉得恶心，他的态度永远是这么高高在上，让人厌烦。我没反驳，而是温柔地看着他，你真的愿意和我永远在一起吗？他以为自己有机会了，眼神顿时一亮。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装作羞涩的模样，低着头不好意思地扣着书，本来以为我们2个之间身份天差地别，之前对你不假辞色也是这个原因，但是现在我抬起头，用一种同情又怜悯的眼神看着他。但是经过这次事情，我突然感觉你也挺可怜的，你腿断了，让我感觉好像我们之间的身份差距没有这么大了一样。周瑾行的脸上顿时一阵红一阵白，他想生气，但强行将自己的怒气压了下去，脸色十分勉强，冲我笑了笑，而我却装作没有看懂他脸色的模样，接着道：所以如果你想和我在一起，我很想和你试试。我装出一副少女怀春的模样，脸色羞红地看了他一眼，匆匆移开了视线，毕竟我喜欢你很久了。突然听到我对他表白的周瑾行顿时喜不自胜，但随后又好像想到了什么，眼中闪过几分愧疚。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被我捂住了嘴唇。你不用和我说，我都明白的，你放心，高考之后我就和你在一起。他顿时眼睛一亮，冲我点了点头。我抱着书离开，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隐藏在角落处听着病房里面的动静，果然听见了他取消了想要把我关在保安亭里面的计划。不过这个时候主动权已经不在他手里了，这个计划是他想开始就开始，想结束就结束的嘛。第二天我又去医院，就看见了一个贵妇人坐在沙发上，一脸挑剔地看我。周瑾行脸上满是激动地抓住了我的手，我昨天把我们的事情和我母亲商量了一下，觉得你很适合成为一个妻子，只要你接着照顾我，像现在一样对我一心一意的，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个名分，如果考上顶尖学府，我母亲也愿意给你一个少夫人的位置。他暧昧地摸了摸我的手，我只觉得有一种被毒蛇缠上的滑腻，强忍住冲动才没把他甩开。旁边的贵妇人撇了撇嘴，有些不满地哼了一声，我还以为是什么天仙般的人物，结果就是个小妮子而已。随后又心疼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儿子，你现在的眼光怎么差成这样了？是妈前2天给你找的小明星不够浪，怎么能喜欢这种书呆子？周瑾行警告地看了一眼他妈。
随后朝着我笑了一下。泱泱怎么能和那些人比？他是我的白月光，而且他学习这么好，以后会帮我很多的。他母亲这才勉强点了点头，警告地看了我一眼，你以后可要照顾好我儿子，要是他再受伤，我唯你是问。我诺诺地应了一声，有些惧怕地看了他一眼。他非常满意这样懦弱的我，毕竟对于他这种掌控欲很强的大家长来说，我这种人是最好拿捏的。高考的前一天夜里，我按照上辈子的路径上了春风山，找到了那个曾经将我这辈子都困在里面的保安亭。上山前，我已经给那个人打去了电话，还和老师说自己绝对会准时到，如果没有准时到的话，就请他报警寻找我。我说的隐晦，但是老师也清楚我和初春景之间的矛盾，以为我是担心出家报复，于是点头答应了下来，确定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这才没有带一点东西的走进了那个保安亭，四周铺天盖地的黑暗朝着我侵袭过来，刹那间我觉得呼吸困难，我拼命的让自己调整呼吸，告诉自己我真的要认命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真的要因为这一点点小小的黑暗就要再次放弃吗？同一种恐惧真的能打倒我第二次吗？不会的，我的眼中的坚定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我绝对不会让同一个挫折绊倒我第二次。我忍受着周围的黑暗，克制着心中的恐惧，在心中默默地计算着时间，汗滴随着我的脸颊落下，手紧紧地摸住了手腕，掐出血痕，心中开始胡思乱想，如果我的布置不够周密怎么办？老师找不到我怎么办？等警察赶来却已经错过了高考怎么办？周瑾行发了狠，一定要将我留在他身边怎么办？然而就在我在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口突然出现了一束光，随后就是一阵的喧哗，看他在哪儿？随后就是门被破开的声音，一个男人扛着摄影机就冲了进来，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请问是林同学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我看了他一眼，确定了这就是上辈子拼命曝光周家的那记者，放心地借着他的力道站了起来，对，我就是，请你们帮帮我，我被人囚禁了。记者眼中闪过几分意味不明的光，当着众人的面把我交给了警察。当我彻底远离那所保安亭的时候，我终于有了一种重生的实感，这次我是真正的重生了。周瑾行的所作所为被曝光在了网上，他虽然最后没有正式实施自己的计划，但是为了将我关进去也做了不少的准备，而警方就是顺着这些准备顺藤摸瓜，最后在山上找到了我，也发现了这件事情的幕后真凶就是周瑾行。当他被警察铐上手铐带走的时候，那位挑别我的贵妇人像是个被激怒的雄狮一般怒吼着扑了上去，你们怎么敢带我儿子走？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你知道我们周家是你们能惹的吗？警察却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出言警告。他像是失心疯一般张牙舞爪的就伸手拍在了警察的身上，3次警告无果，这对母子便一起进了警察局。而那天的那个记者已经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发到了网上，同时我楚楚可怜的被人扶出来的模样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同情，再加上我是高考生的这一层 buff， 所有人都在可怜我，同时对周家口诛笔伐，这正是我想得到的效果。尤其是当他们得知我已经参加了竞赛，同时保送了北大这则消息时，他们对周瑾行的谴责彻底达到了巅峰。而这个消息就是我让老师一直隐瞒的好消息。我说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家小姑娘关起来？感情是嫉妒人家成绩好，知道自己考不上什么好学校，所以也要把第一拽下来和给自己陪葬。如果我是个普通同学，这件事情或许会在短时间内被周家压下去，但是很不幸的，我不但保送了北大，我还参加了高考。当我状元的身份随着成绩一同公布的时候，这件事情再次在热搜上达到了顶峰。周家被舆论压得喘不过来气，迫于无奈让周瑾行全网道歉，我没接受，直接上诉。我趁着这个风口开通了自己的社交账号。周瑾行在学校里对我多次骚扰，不管我的意愿和我表白被拒绝后，恼羞成怒地开始针对我。这一切我的同学们都可以来证明，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就是因为同学们的支持和老师们的帮助，以及一股不服输的韧劲。而我今天成功了，我想告诉大家，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把你们压倒的，你永远可以试着相信自己，战胜自己。随后带着这些录像以及网友们的善意评论来到了派出所，看望被关押的周公子。此刻他脸色苍白，眼神死死地瞪着我。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我嘲讽一笑，我不过就是将计就计罢了。我说的含糊不清，他当然从我的话里抓不出什么漏洞。我将那段话放给了他，随后露出了一个和前世他抱着初春景嘲讽我时模一样的笑容。你说我战胜不了幽闭恐惧症，但事实证明我可以。不管是你们周家还是幽闭恐惧症，我都可以战胜。我站了起来，好心的提醒他一句，不要再想着周家能够过来帮你了，现在他们应该自顾不暇才对。毕竟你们周家这么多年做的孽也够多了，愿意落井下石的人可不少。就比如当年那个被你父亲拖欠工资导致家破人亡的小孩，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记者，而他现在正开心地给他的父亲报仇呢。他狰狞地看着我，你都做了什么？你对我们周家都做了什么？我耸肩，你与其问我做了什么，
不如问问你自己都做了什么？杀人放火，偷税漏税，你们家是一样不差。好好享受这最后的安宁时光吧。哦，对了，偷偷告诉你，你不是一直觉得女人没用吗？但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今年全市最高分，数学国赛金奖保送清华的状元，而你一个犯罪分子罢了。我勾唇一笑，踏着身后的咆哮声，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这里。身后满是黑暗，但是我却向阳而生，迎接我的是一片光明，让我此后再也无惧黑夜。全文完。